大家好，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来介绍一个 Stable Diffusion 的扩充，它的名称叫做 O6 Prompt。透过它，我们就可以很快速而且非常简单的透过选单的方法来产生出需要的提示词了。因为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有关于提示词的教学文章跟影片了，因此这个影片里面不会再介绍基础的 prompt 的教学，它会直接使用 O6 这一个扩充，直接来教大家怎么来操作这一个扩充，以方便的、快速的来新增出自己需要的提示词。以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O6 这个扩充要怎么安装，后面再完整的介绍它的整个使用的方法，再透过它的 URLs 这个资料夹如何可以制定自己的提示词的词库，这样子也可以从 Web UI 的界面里面来选择自己新增进去的提示词。Stable Diffusion 的扩充必须透过 Extensions 这一个分页来做安装。我们可以在 Install 的这个分页里面看到所有目前已经安装的扩充。要安装新的扩充，必须从 Available 这边来取得。点击了 Available 以后，再点击 Load From。Web UI 会把所有可以安装的扩充全部都显示出来。因为我的 O6 扩充已经安装过了，因此今天用安装 StyleZ 来介绍一下扩充安装的方法。那这个 StyleZ 安装完以后，它会在 Text to Image 分页里面的 Generate 的下方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图示。现在再回到 Extensions 分页来完整的介绍一次安装的流程。首先就是要在 Available 分页里面点击 Load From，将所有的扩充全部显示出来，接着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你要安装的扩充的部分字串。我们现在要输入 StyleZ， 因为它就是第一个，我就不输入了。在这个地方直接点击最右边的 Install。安装完成以后，你可以看到 StyleZ 已经从这个清单里面消失了，表示我们已经安装好了。可以切换为 Install 的来看一下，StyleZ 已经在这边出现了。但是因为现在 Web UI 并不晓得我们已经安装了这个新的扩充，所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做网页的重整，看这一个扩充会不会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按了重整以后，这一个图示其实并没有出现，表示这个扩充没有办法用重新载入页面的方法就让它出现。像这种情况最保险的方法就是重新启动一次 Stable Diffusion， 切换回 Stability Matrix， 点击 Stop， 再点击 Launch 来执行一次新的 Web UI。 重新启动 Web UI 以后，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就出现了，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扩充来做风格的一个处理了。这个就是安装的方法，所以到时候要安装 O6 的话，一样就是在 Available 里面选择 Load From， 再输入 O6， 再点击右边的 Install， 就可以把它给安装起来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实际的看一下这个提示词的产生器要怎么来使用。O6 提示词安装完成以后，会在负面提示词的下方会产生出一个下拉选单，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可以把正面提示词给清空，把负面提示词给清空，接着它就有一个随机灵感，可以先用随机灵感来测试一下它的功能。因此点击一下这个下拉选单，它这边会有一个预览框，那接着就是直接点击随机灵感关键词，它就会随机产生出正面的提示词。随机灵感关键词产生出来的提示词是中文的，我们如果点击了发送到提示词框的话，它只会产生出对应的英文，因此它会直接做中翻英的处理。有了内容以后，我可以就直接点击 Generate。 为了防止产生出来的图像有很多缺陷，因此要再指定额外的负面提示词。这个负面提示词的使用方法就是往下卷动，可以找到它这边的许多不同的分类里面会有一个负面起手，只要把游标移动到负面起手，然后选择某一个需要使用的关键字以后，在这个关键字的上面点击右键。我现在在基础负面这边呢，点击右键，它就会把负面提示词放到负面提示词的输入框里面。那有了这些内容以后，就可以直接点击 Generate， 这样子是 Web UI 就会开始透过 Stable Diffusion 产生出一个图像出来了。这个就是透过随机它产生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接着再来介绍随机里面的这个分类组合随机是什么意思。先点击一下，把这个预览框给清除掉。因为它是需要分类，我们就必须点击分类。比如说构图视角要是一个分类，就是在它这个标题列这边用左键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在预览框的上方就会出现一个分类，这个就表示随机产生的第一个分类。在画风这个分类里面要随机产生，因此在画风这边点击一下，然后光影呢也点击一下，接着在切到人物的地方，性别年龄这边也用左键点一下，人设这边呢也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新增了这一些分类进来了哈。那有这些分类以后，再用左键点击分类组合随机，它就会根据不同的分类随机产生出一组需要的关键字。那这个时候再点击发送到提示词框，它就会产生出刚刚指定的随机产生出来的分类对应的提示词了。这个是分类随机的一个操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它有这么多种的不同的分类，要怎么样子来产生出需要的提示词。在每一次提示词产生之前最好就是先用清空正面提示词、清空负面提示词，把这两个输入框里面的内容都给清除掉。那接着这个随机不需要了，就把它给收合起来。那接着我就可以从起手式开始来做提示词的选择了。比如说需要最高质量杰作，那就用左键点击就可以了。要放在负面提示词框里面的，这边就要按滑鼠的右键，因为你如果按左键的话，它会跑到正向的提示词框里面去。比如说使用这个超级负面，点击右边，它就会产生出非常多的负面的提示词。接着就是特写、正面，然后用照片的方法，用摄影、电影光效，然后人物再点击一下，我需要是公主、女人，然后樱桃小嘴、柳叶眉，然后她的服饰比如说是有领衬衫，发型是两色头发，面部表情是善良的微笑。所有类似这样子，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呢全部通通都选择好，它就会自动的把对应的英文填入到正面输入框里面。输入完成以后，你就点击 Generate， 在这个提示词这边的下拉选单点一下，让提示词的下拉选单可以隐藏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看到画面就直接就生成了。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提示词它的一个做法。更方便的是，我们可以新增自己的提示词，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产生自己的提示词。如果刚刚的说明你还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解说文章。我的解说文章有把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写好了，而且也做了一个汇总。如果说你在关键字按左键，或者是关键字按右键，还有分类的标题按左键跟右键有什么差别的话，都可以从这个汇总的表格里面可以很简单的就看到了。接着就来看一下建立自己词库的方法。词库的档案其实就是放在 Data Packages，然后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 Extensions 资料夹里面，所有安装过的扩充都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我随便打开一个点 JSON 的档案，比如说颜色点 JSON， 这个颜色点 JSON 就是对应到这个颜色，在颜色的分页里面的所有的设定的内容都是储存在颜色点 JSON 的这个档里面。只要用文字编辑器把它打开的话，就可以看到类似像下面这样的内容。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换行符号，这个换行符号是你可以使用 online 的转换程式把它转换成是有换行符号的，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它就是都是用大括号开头跟结尾，然后每一个分类又是使用一个字串后面加冒号。这个分类里面它所有的选单的内容就是写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就是字串英文字串英文的这样的方法。那到时候你点击了中文，它就会用英文产生到正面提示词里面。只要在跟这个点 JSON 同一个资料夹的位置里面，它会有一个 URLs 资料夹，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建立出自己的 JSON 的档案，然后按照上面这样的格式来产生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新增的交通工具的范例的 JSON 档，在 Extensions 资料夹里面，我可以看到有 O6 的资料夹，在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 JSON 的资料夹。这个扩充预设的提示词的词库全部都在这一些点 JSON 的档案里面。比如说刚刚看到了颜色点 JSON， 我们按右键，然后用编辑器，可以看到它就是刚刚相同的这个 JSON 的格式。接着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自行扩充，就是回到 O6 的资料夹。在这个地方它会自动产生出一个 URLs， 在 URLs 里面呢，自己新增一个
任何名称的点 JSON 的档案，这个点 JSON 的档名就会变成是选单里面的标题。比如说这边是 vehicles， 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叫做 vehicles。这个 vehicles 里面有4个分类，4个分类里面大概都有2到3个的项目，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怎样的。按右键一样点击编辑，这个地方就会有4个分类，每个分类里面会有2个或3个的项目，就是用这样子 JSON 的格式制作好以后，就可以产生出自己需要的格式。清空正面提示词，现在是空的了。假设需要风之谷飞船 F35 龙猫巴士等等，它就会产生出对应的英文上来，你就可以点击 Generate 来产生它了。它就开始产生出你需要的内容了。这个就是自己扩充自己的词库的一个方法了。以上就简单的介绍了 O6 这一个扩充，它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透过挑选的方法就可以来组合出自己需要的提示词。透过这个提示词，我们就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子进一步的使用这一些提示词了。而且更好的是，它可以让我们新增自己的词库，你有自己收集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很方便的输入进来了。说明栏里面有提供了另外一个 Google 的试算表，试算表里面收集了更多各式各样的提示词的分类跟它的项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透过 Google 文件来组合出自己的新的词库，也可以透过 O6 来做挑选。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 O6 这一个非常方便的扩充，那希望对大家在产生提示词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内容对你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